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哈。那我是全波科技童玉伟哦，我是全波科技的总经理哦。那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哦，在Gorilla 的联盟的安排下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针对消防人员的安全监控哦，消防人员的安全监控。好，那 Gorilla 哦，我先介绍 Gorilla。那 Gorilla 本身呢，它是目前这个世界上可以号称是在就 Narrowband 就窄频的无线传输系统它是一个最强大的一个系统那第一个它能够在很恶劣的环境底下去穿透第二个它可以传输到非常远的距离第三个它有非常好的抗干扰能力第四个它的消耗功率很低那第五个它有非常好的保密跟资安的能力好，这个是我简单介绍Gorilla 本身它是一个无线的传输技术它有几个在全世界非常优越的一个优点。好，那么今天呢谈到的就是有关消防人员的安全监控。各位就是在过去不管是在国内在国外那不断的发生许多次的消防人员的灾难事件那其实有很多对于消防人员的安全的装置从好多年以前就有但是为什么呢还是会发生这么多的这个事故那主要很大的原因在于很多这些过去的这些装置一旦到火场里面去的时候它大概都失效好，所以呢火场我们遇到的火场可能从20楼30楼到40楼那也有可能到地下室的1楼地下2楼一直到地下6楼好，那很多消防队员在里面要如何对这些消防队员进行安全的监控。好，那我们所有的这些相关的监控的系统，那基本上我们都以就近的消防车为一个指挥中心以消防车为指挥中心那么我们对一个消防队员他进入到火场以后，我们到底身为一个指挥官，我到底需要哪些的资讯才能够足以做下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要进行救援或是要进行撤退好，今天我们提出了几个，第一个位置，到底你在什么地方到底你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救援，一定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好，第二个，你的生命感测器我必须知道到底你现在你的生理状况如何这是作为指挥官非常重要一个判断的依据。好，再来你的气瓶那气瓶还有多少的剩余量好，倘若你的气瓶都已经剩余量都不足了，你的呼吸都有困难了，我们不能放任这个消防队员一直停留在里面好，再来你的环境，到底你现在的环境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一进去完之后，我们大概什么东西都不晓得了什么情况也都不知道了，所以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基本上我们必须了解。好，最后就是有关于语音，我能不能跟你讲话各位进到火场里面，第一个手机已经不通了第二个在整个火场里面哔哔叭叭这种声音的时候，那么你大概也很难再跟对外沟通所以也就是说，我希望我能跟你讲话吗？你能听到我吗？这是在这里面非常重要一环。好，首先呢我们提到有关于位置的追踪到底你在什么地方好，我们有一款它是放在腰上面的那再来呢，我不需要 GPS 到火场里面已经没有 GPS 可以跟你定位了好，那再来我要了解你的水平的精准度那要在10米以内在10米以内，这是一个救援可以
达到的一个地方哦。那么再来你的垂直方向就是你的楼层哦，那我们精准度要在3米以下哦，我才可以知道你在2楼。不要说你在2楼，我跑到5楼去哦，这就不对了哦。好，再来哦，当你人员摔倒的时候，那么我们必须要能够知道哦。再来，当你在原地要是停留太久的话哦，不管是30秒哦，或是定义成40秒的话，那么这个东西我们也要产生告警哦。再来，你有一个紧急求救的一个按钮哦。好，当然这个无论如何哦，太阳的工作时间至少要有1个小时哦，1个小时。好，第一个我要知道哪里，我才有办法知道要到哪边去救你。好，第二个哦，那么你的生命迹象要确定你还活着吗？哦，所以你的生命迹象，从你的生命迹象里面看到你是不是在危险的状态哦。那第一个，你的体温哦，你的体温目前是多少度哦？这个是了解你目前的状况。第二个，你的心跳哦，你的心跳是多少？这个我们必须知道。好，那再来，当有严重的讯号，当有严重的这个问题产生的时候，那我们必须发出告警哦，告警说这个人的生命迹象已经进入很危险的状态哦。好，再来气瓶哦，在过去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基本上消防队员已经气瓶耗尽了哦，但是他自己一定不知道，外面的人也不知道哦，就是这样，他可能人是完整好好的，消防也都完整没有问题哦，但是基本上他的气瓶耗尽了，他没办法呼吸了哦。好，所以呢，我们有一款就是空气气瓶哦，空气气瓶剩余量的指示哦的指示剂哦。好，那么呢，它可以第一个任何一款的空气瓶它都可以适用，没有问题哦。那第二个，它是由外部去装进去的哦，我们不用去改装你的气瓶，也不用去做任何哦，就是松拆卸的这种动作哦。因为每一个气瓶都有安规认证哦，你不能去做这样的任何一个动作。好，那再来，你对于你的剩余量，那基本上呢，大概准确度我们可以读到90% 以上的准确度哦。那接下来，当我看到你的气瓶剩余量已经开始不足的时候，基本上哦，我们要提出告警哦。例如，当你只剩下50%一半的剩余量的时候，好，我们第一次警告哦，我们可能要开始注意了。好，第二再来，当你气瓶剩下20%的时候，那就已经是严重告警，准备要进行救援动作了哦，或是这个人要立即撤退哦。好，再来环境哦，那其实我们讲说，真的是看到才会放心哦。看到才会放心哦，所以经常我们消防队员进去到火场里面去以后哦，我们都不知道他现在的环境哦，到底情况是如何哦。那当然很多也以前用过不管3G、4G 任何其他无线传输手段，经常进去大概可能不到10公尺、20公尺，整个都断讯了哦，整个断讯，什么都看不到了哦。与其如此，我觉得我们保障的是我要看到你的相片。哦，看到你的相片，至少看到相片还能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哦。看相片，基本上它不论你在什么样的位置，相片就一定可以保证能传得出来哦。好，看到就会比较放心哦。那我们可能每15到20秒，我们会传一张相片出来哦。那它大概是320×2040的解析度，至少我可以看得到你在什么地方哦。那么它的电池也可以工作到1个小时，没有问题。好，再来，这是很重要的哦。目前在整个消防人员进火场完之后，火场里面有爆炸声，因为这样的一个声音，基本上他身上所有的语音装置，基本上大家都已经听不到了哦。你听到他讲话，你也听不到，因为背景杂音太大。你讲话他也听不到因为他外面都是这种声音哦。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也开发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讲机哦。第一个，它可以把你的背景的这些这种噪音，这种噪音全部把你 cancel 掉哦，把它给去除掉哦。第二个我们只滤你这个人讲话的声音，只有你这个人讲话的声音你可以过得来哦。好，再来，消防队员他已经手很忙了，
你不要叫他再去说那种 push and talk 哦，就是按下去才可以讲话。你这样的话，他根本没有手，他手已经在做其他事情，所以你要用自动的方式哦，用自动的方式把他的声音传出去，把外面的声音给传进来哦，不要再叫他用手按的方式哦。那这样的话，这个东西可以支撑到2个小时哦，支撑到2个小时。好，那最后也让各位了解一下哦。好，那么它整个呢哦，就是说这个地方消防队员呢哦，他头顶哦，他有一个摄影机哦。好，再来呢，它会有一个抗噪的 speaker 哦，抗噪 speaker 哦，他直接用嘴巴去沟通，不用手去按哦。好，那么再来，它会有一个生命迹象感测器哦。接下来哦，它底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气瓶剩余量的 reader 哦，然后再来它有一个腰际式的哦，就是它的位置的追踪器哦啊，最后它还有一个就是相片的传输器哦，相片的传输器哦。好，刚刚我讲的那5项就在这个地方哦，对一个消防队员都装置得很好。你可以看到它体积不大。其实重量也很轻哦，那基本上当然这个照片是一个示意图哦，最后它外面会穿一个很厚重的消防衣，会保护这个消防队员哦。好，这边所谈的这几个的都是一个实体的装置哦，实体的装置。好，那么这个地方消防车哦，那你有很多个消防队员他在火场里面哦。所以他们本身哦，这个可以一个去追踪很多个消防队员哦。他们不管是哪一个，不管是相片，不管你的声音，不管是你的位置哦，不管你的气瓶剩余量哦啊，不管你的生命迹象，都直接传到消防车给消防车上的指挥官，让他能够在第一时间去做好一个很好的决定，决定要如何进行必要的救援哦，不用中继台，我不需要中继台，都是直接传输到消防车。不管我刚刚回到刚刚最原始的那个地方，不管你现在是在1楼、2楼、20楼、30楼，或是你现在在地下室1楼、地下2楼、地下3楼，基本上都是直接把你的所有这些讯号直接传到消防车，中间不用架任何基地台哦。所以在过去，在很多的消防事故里面，主要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所有通讯都已经中断了，所以在消防车上的指挥官真的不知道他要对这个消防队员做什么样的救援动作，等到已经知道要救援动作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太晚了哦。所以我们今天以 GLORA 的一个无线传输的方式哦，那第一次发表这5款。对一个消防队员非常重要的保命救命装置哦，那提供给各位哦，希望将来在整个消防救灾过程里面，让每一个消防队员的生命都能够得到最大的保障。好，谢谢各位，谢谢。